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是有关谷歌 Teachable Machine 上面去训练 Keras 模型。好，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图像一个模型。那基本上，那影像辨识常用到的是所谓的CNN。CNN 这里的 CNN 当然不是电视台啦，这里 CNN 是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好，各位好，那我们今天打算要进行一些继续学习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训练哈。我们在进行这样的训练，我们当然先要找所谓的一个训练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 Google 到，像比方说是猫狗的训练集，当然在前面我们很容易取得，当然就是所谓的 Kaggle 的猫狗的训练集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比方说是这边有一个应该稍微看一下。这边它是之前9年前的一个，算是它Kaggle 内部的一个竞赛这应该不是那个部分，应该训练集应该是在这里。好，所以是这个地方，这个 size 应该是也不是太大了。好，这个大概是5年前。那除了这个猫狗训练集之外呢 ，Kaggle 另外它还有所谓的狗种的一个训练集这个其实也可以去考虑比方说是70个狗种的训练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做猫狗训练，有些狗那其实长得也其实很像猫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去进行下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切到这个谷歌的所谓的 Teachable Machine。那谷歌的 Teachable Machine 来训练我们的 Keras 模型的操作。那我们这边当然可以看，这是在机器学习上2个非常著名的 CNN 的架内，另外一个是 AliceNet 在这里面我们都有看到它是有所谓的卷积层这个就是进行一些卷积计算还有粉红色是所谓磁化层，黄色这边当然是全阶层像是这个人类，它原则上它大概可以分成1到10类，那 AliceNet 甚至到1000类都可以所以这个大概一个情况。那像是这样一个情况呢，你当然就是你要做若干个回合那2个不同的 model 所使用的所谓的 active function 呢不太一样那早期的话当然会用所谓的 sigmoiding 这样的一个函数，那比较甚至到现在比较常用到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函数所谓的 ReLU这个是一个蛮简单的非线性函数。好，那所谓的卷积的计算其实也就是一个矩阵的一个计算那透过卷积计算，然后再做所谓的取样子样本的取样 convolution 就是卷积计算，然后这边到所谓的全阶层，然后最后到 output 这个大概它的一个架构。好，
好，那我们进入那个谷歌的 Teachable Machine 的网页哈。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就是主要是要去进行个图片的专案啊，主要我们是要去训练一个可以辨识的不同物品之间的一个模型。好，那我们这边当然可以新增专案啊。那原则上我们是已经有做部分的旧的专案啊，我们从一个旧的专案，我们呢继续来做训练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从这边开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旧的专案那在这边我们都分成2类，一个是人，另外一个是狗。那狗的部分我们目前只有12张那人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戴着口罩前面有麦克风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先针对人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些处理因为这边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其实原则上只要按住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耳机暂时先拿掉，那基本上在这边大概就有60个样本。好，那狗的部分呢，因为我们要用网络摄影机比较有点困难，所以我们这边当然就是借由像是Kaggle 的猫狗的训练档那边我们去取得我们的档案，这是当然是比较容易的。Dog 的部分我们大概先用部分它这边它当有编号，我们也不用太多，大约是到103应该够了。104，好，这边有狗，然后这边有猫，好，所以我们打算待会我们再考虑另外的再增加一个类别。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看这个狗的图因为狗的图我们看这边是有人有人的话，我们还是把这删除训练档里面有些我们先做一些那个好 OK， 所以总共狗的话是115个样本，应该足够了。好，那我们再新增一个类别，我们叫做猫 cat。那这边呢，我们当然也没办法用网络摄影机网络摄影机也不太容易使用对于小动物，所以我们这边还是用上传的。所以一样，猫的部分，它这边也是编号，所以我们大概到100多张就够了，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到133，复制起来，然后整个拿过来。好，那我们再看有一些图形不适合的，我们就直接这样拿掉。看这边有没有跟人合照的，或者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的，
这一张似乎有一点小问题，这个是跟拖鞋一起的。哦，这是人亲猫，这个我们也不要。这个人抱猫也不要哦。有人的我们都去掉，这个也去掉。好，所以剩下129，所以我们训练模型。好，我们在训练模型呢，我们可以点到进阶部分。那它预设是50个周期，那我们可以将它增加到100个，这其实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去点一下，深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好，训练完成后，我们再可以查看相关的详细的资料。好，那我们就训练模型。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当然来讲啊，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很清楚，人是没有问题。那我们主要是要深入了解一下啊，有些东西我们当然深入了解。我们可以看它的计算各种类别的准确率啊。它这边其实的准确率是蛮高的啊。那它的混淆，所谓的混淆矩阵，那每个训练周期的准确度，其实也不用太多周期啊。其实到后面，我们大概1、2个周期之后，其实都已经达到90%以上了。好，有我们训练的一个损失，所以这边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100个周期实际上来讲是不需要训练到那么多，但是我们主要去试试看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 OK 了，了解一下它的情况。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是改成用档案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有没有其他的档啊，来去测试。比方说是狗的部分啊，我们当然是弄后面的图啊，后面，比方说是哇，它的图档真的很多。我们看这张图辨识为狗100%，我们多弄个几张试试看啊，看它效果好不好。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就把它输出模型。好，像是这个在铁丝网后面的狗的正确率是92%啊，猫也有有一点像。好，我们再找一张的图，比方说是这一张好了，狗100%。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猫的部分后面的没有训练到嘛，后面的就是我们来做测试嘛。猫 OK， 猫的特征很清楚，黑色的猫，有没有比较像狗的猫？这个绿眼睛的猫，我们看一下。猫的话都在我们选的都是100%。
好，接下来我们就拿我们家那只狗的照片来看。好，它也是100%啊，所以它没有把它误判为猫。好了，这张就被误判啊。所以如果这位被误判的话，我们可能在训练上，狗的训练上，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特别是增加柴犬部分。好，所以我们这边所以需要另外一个训练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边再上传。好，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训练集，就是狗种的分类啊。柴犬有一种说法是狗界的猫啊，所以它会比较像猫，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训练集再拿一些啊，所以我们把它弄到这边。好，所以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再重新训练一次。好，人 OK 哦，所以我们这边要切换一下，切换成为档案。好，那我们看一看，深入了解一下这样的训练情况。主要我们是看它的准确度，几乎都到100%了，都到100%了。好。换这张图也可以，确实变成狗所以原则上我们那样的后来的训练是有效果的虽然它还是有1%被辨识为猫，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它这个模型将它绘出。那我们原则上现在就是要去选取它模型。我们选取，我们原则上还是采用 TensorFlow 那我们要将这个程式的部分，当然我们不必按照这里我们可能它根据我们的需求做一些修改。那它会把它转成的名字叫 Keras.h5 那我们就下载模型。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存了这个资料夹。好，那另外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专案呢之后呢继续能够用所以我们这边呢还是将它的专案呢，我们将整个专案将下载如果之后我们还要增加其他类别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允许下载，就一样是放在这个资料夹。名称我们可能稍微注记一下，所以注记一下今天的日期，今天是5月4号到504好了。OK， 好，有关于我们在谷歌上面的
teachable machine 的训练，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的考虑就是说，我们透过 Python 程式我们看看这个训练的模型在一般的程式上能不能使用。